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杨的视频频道。那么这一期我们继续来深入的了解 IP Adapter 和 AnimeDiff 相结合的动画进阶内容。话不多说，我们这就开始。OK， 那么来到服务器这边以后，我们还是打开上一期的这样一个工程，可以看到还是之前所讲的这样一个 IPA 的参考图批次调度案例啊，也就是说我们使用了2张不一样的参考图来进行动画当中的切换。那么上一期我们留下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动态的蒙版。那我们先说什么是动态蒙版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给的这样一个蒙版呢，它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一个运动蒙版啊，相当于是一个动画。可以看到它只是一个静态的蒙版，它是不会动的，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静态给它分区，对吧？首先很简单，我们在这个节点里找一下这个 Essentials， 还是之前说的这样一个节点组，在这个节点组里，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渡遮罩。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这个过渡遮罩它是什么意思呢？它会自动的根据我们所选的帧来为我们产生一些过渡的遮罩动画。那这里的参数也很简单啊，我们这里直接再来预览一下这个遮罩形态。下面的宽高自然不用多说了，那么这个帧数呢，就是我们一共想要生成多少帧的过渡动画。那么下面的起始帧和结束帧也不用多说，我们从几帧开始，从几帧结束。那么最后的过渡形态和这个过渡类型，我们是要注意一下的。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过渡形态，有横向划过、竖向划过、横向闭合、横向开门等等啊，这样各种形态我们随便选一个，然后我们就选16帧，我们来进行生成一下啊。可以看到这个遮罩是这个样子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啊，它就是一张一张的遮罩啊，它不是说完整的这样一张图像。那当我们用这个光标来播放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遮罩的形态就是从左往右滑，对不对？所以通过这样简单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类型的遮罩，也不能说很多吧，只是说简单的这么几种，左到右，上到下啊，中间分开，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试一试。那么这样的遮罩呢，其实就是一个动态的遮罩。那我们可以想象到，把这个遮罩运用在我们不同的 IPA 节点组里面，它就会形成不一样的过渡效果。值得注意的就是下面有一个动态类型，可以看到有线性、缓入、缓出和缓入和缓出，对不对？一样的 easy in 和 easy out。那我们先看缓入这个动画是什么效果啊？它就是在这个动画曲线上稍微做了一些速度，它就是进入的比较慢。如果缓出呢，它是退出的比较慢。我们再来看，它进入的很快，但是退出它是慢慢退出的。那么缓入和缓出呢，就是进入也慢，退出也慢，只是中间变快了。可以看到啊，一进一出，一进一出啊，就这么一个效果。之后呢，我们来运用一下。当我们运用之前呢，我们要注意帧率。现在我们这个动画是16帧啊，对吧？那我们这个动画也是16帧，所以说我们是帧率是对等的。同时呢，我们这个宽高也是对等的，对吧？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宽高来进行一个联动，把它转换为输入，然后使用我们这边 latent 的宽高，我们可以直接一个 get latent 一个 size， 同时呢把我们这个宽高输入到我们这边，这样的话我们动画蒙版的宽高就和我们设定的宽高一致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这个动态蒙版对到我们这个动画里面去。比如说现在我第一个人物抬手，第二个人物出现，那我们现在的动画呢是从上到下，所以说第一个人物我们第一帧应该是黑色，那么之后呢是白色。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反转一下，将它运用于第一个人物。那这样我们得到2个遮罩啊。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IPA 只能接收1个遮罩。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把它拆开，由1个 IPA 转变为2个，来选择高级的这样一个应用。之后呢，我们复制一份，然后将2个进行串联，之后将我们的图像挨个传入过来。这个批次我们就不需要了，为了方便识别呢，我们就把这个图像放到它的上面啊，这样的话我们好分辨。所以说第一个图像传给我们第一个，第二个图像传给我们第二个。之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动态蒙版挨个传给我们2个 IPA， 第一个给第一个人物，没有反转的呢给第二个人物。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没有反转的第一帧是黑的，所以说呢第一帧是没有这个人物的。那当动画依次往后播放的时候，这个人物就会慢慢出现了，是这么个逻辑，对吧？大家捋一下啊。第二个的刚开始是有这个人物的，然后随着播放呢是慢慢的退出了，对吧？就是这么个逻辑。之后呢，我们这边来直接重新生成一下。OK， 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渐显动画的一个效果，对吧？那么这就是动态蒙版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如果我们想从左到右，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一下蒙版的形态？我们选择横向滑入，对吧？那么这样也就完成了一个横向滑入来切换的过程。那可以看到，因为它的转换速度有点慢，让我们感觉有一些不适感。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调它的转场速度。所以这里呢，我们把它调成8帧，甚至是更快，给到5帧。一般的转场我们是5帧，就是人眼最舒适、最顺滑的，歘就过去的那种感觉啊。那这里为了双数呢，我们就给到6帧吧，比较容易计算。之后我们先把采样器关掉，然后先来看一下这个遮罩就6帧。
它就很快，一下就过去了啊。加快了这个帧率以后呢，我们前后的帧率呢它就不足了。也可以发现我们之前的这个动画在刚开始它就已经有转变，对不对？所以我们前后呢要加一些帧率，也就是说前后要补齐一些蒙版。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成的是16帧啊，2秒钟。那现在我们生成的是6帧转场。那在这个基础上，这个遮罩的基础上，我们是不是需要还补足10帧呢？那这10帧呢，我们可以分别安排在前面5帧和后面5帧。这样的话，在前面出来的时候人物也有停顿，后面出去的时候呢人物也有停顿。那现在呢，我们来直接来创建一个蒙版，因为这个 Convey UI 的底层啊，确实有很多常用的组件不完善，我们没有办法像图片一样直接复制蒙版的批次，也只能靠一些额外的插件才行。所以这里我们不选择直接创建蒙版，我们选择创建一个 empty 的 image。那么空图像的宽高呢，我们也提取一下 latent 的宽高来联动过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为图像设置批次了。比如说我们前面要5帧，后面补5帧，我们就给它5帧。颜色我们可以默认它是黑色。之后呢，我们直接从这个图像把它转换为遮罩。这里我们直接搜 image to mask。就获得了一个图像转换遮罩。看一下图像啊，我们 preview 一下，因为它是黑色的，我们不管提取哪个通道都可以啊，我们就提取红色通道。可以看到这个遮罩它是空的，属于是黑色遮罩。那这个黑色遮罩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合并到上面去啊？我们先一个一个合啊，容易乱。我们现在是有2个遮罩出口，对不对？那么这个黑色的呢，应该是在我们没有反转的开头和反转以后的结尾，对吧？为了方便呢，我们先来挨个看一下，这样捋顺一点啊，要不然我们容易晕。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是6帧的过渡，那么前面是黑色，合并的话和图像一样，我们也可以搜索 mask 的 batch， 可以看到遮罩合并批次，对不对？这个合并的顺序需要我们注意一下，如果想合在它之前，我们就需要先给我们制作好的这5个空的遮罩，然后再合并到我们之后这个里面来，这样的话就把空遮罩合并到这一组的前面了。之后我们再来预览，我们5张空的遮罩就顺利合到这里了，对不对？之后呢，我们来合并反转，反转呢我们应该把黑色遮罩放到结尾，对不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放到结尾，最后一帧是黑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同样复制批次，只是顺序不一样而已，把它给到第一个，把我们这个制作好的给到第2个。现在我们再来预览一下，对吧？那么后几张也添加进来了。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遮罩进行反转，来进行2次的添加了啊，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我们来直接复制来反转一下，反转好的5张，同样要先放到这个批次的上面去，因为是白色嘛，所以说我们一样继续合并，把它给到第1个，把它给到第2个。现在我们再预览。OK， 这样的话，我们前面5张白色，应该是6张，后面呢6张黑色啊，中间是一个过渡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合第2个批次，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应该把它合到结尾，对吧？所以说我们继续这个批次合并，然后把序列给到前面，反转的制作遮罩给到后面。这样的话，我们再预览一下 ，OK， 这样的一个序列就制作好了。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组序列。我们重新呢将制作好的5完帧的啊，调过这个转场速度的这样一组遮罩给到我们上面去，传到第1个。那下面这一组呢，我们传到第2个，然后我们现在再重新来生成。OK， 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转换它就要快了很多，是不是就稍微顺了一点？那我们可以再试着把它稍微改一下，有一个圆形或者是一个开合都有点像啊。我们再看一下，那么这就又是一种不同的效果，对不对？所以说动态蒙版它决定了我们画面如何切换、如何变化的一个形态。那这个形态呢，我们可以随意的来自定义，但是在这个变换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发现啊，如果2张图像不太明显的话，这个交界线就没有这么的明显。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来换一张图像啊，同样是动漫风格的，那现在你会发现有些看不清这个边界线，或者是这个画面的细节也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以第2个案例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升级和完善。这里呢，我们重新来创建一个工作流，我们叫 IPA02吧。首先呢，这里我以之前我制作好的这2张图像为例，第一个图像呢是我用我的 logo 进行了一个 IPA 的图生图啊，大概生成了这么几张 logo，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比较有一些机械感。那第2个呢是用了我的头像，用我的头像做了一些类似于 logo、类似于标志、类似于这种贴纸头像的这个风格。然后呢，这里我们来加载一下这2张图像，这个稍微有点复杂，我们还是换一个比较简洁的，因为我们想做成一个 logo 变换的一个效果，最好这个胸像还可以，但是因为周围可能还有一点这个涂鸦的感觉，我们稍微处理一下图像吧。我这里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把周围的这个元素给它去掉，要不然它周围运动起来可能会有些不规则的感觉。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修整一下提示词，因为这里有 logo 也有我的这个头像，我们就把这2个元素呢全部加进去，就是有 logo 有图形，简单的白色背景以及一个长发的男人啊。
然后因为这里用的是 Dream Shaper，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 embedding 改成这个 Dream Shaper 的 Bad Dream， 直接生成一下看看效果。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效果怎么说呢？整个的细节和这个过渡呢体现的不是特别的好。那这里呢我们就需要进行原画面的一个固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这个 IPA 来说呀，它对于遮罩的识别呢其实是一个大块。因为 IPA 本身它有一个特性，也就是我们这个图像解码，它本身的特性是识别周围的一个情况，它会自动的拼接，就好比我们拼接两个人之前我们所用的这个区域拼接一样。当你用蒙版画开以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蒙版的过渡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蒙版的这个边缘锐利一些，能看出来一些过渡的感觉，或者是我们需要画面当中内容的一些细节更好一些，更像我们原图一些。就比如说现在出来的这个头像呢，其实和我的这个头像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还是之前所说的用到 Clip 线路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Clip 线路一直没有用过，对不对？在这里做动画也一样，我们尽可能的利用好这3个线路。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模型线路挪开，然后在这里我们要用的 Clip 线路是什么呢？没错，就是 CtrlNet。我们一样在动画的基础上加入一个 CtrlNet。动态运算我们一定要用这个高级的 CtrlNet。上一期我们也说过，因为它有这个蒙版的选项，我们来2个 CtrlNet 来传入它不同的蒙版。第一个的遮罩是我们的 logo， 第二个遮罩是我们的头像。同样我们也把 logo 的图像依次传给我们下面的 CtrlNet 控制器。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 CtrlNet 控制的就是 logo 的前面的画面，第二个呢自然就控制我们后面的头像的画面。那之后我们要接入一个什么组件呢？这期主要讲的一个组件，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直接搜就是这个没错，就是我们常用的Tile 这样一个组件。同时呢，我们把这个也传给第2 CtrlNet。之后呢，我们来瞬接一下我们的提示词，然后我们稍微设置一下强度。刚开始呢，我们也知道不需要给太高，给个 0.8 下面呢我们可以给到1，下面就1吧，从0到1。那么这个 Tile 呢，在我们动画生成当中有什么作用呢？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生成一下，可以对比一下。我们先复制一个出来。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就能对比的出来了。首先，我们这个细节就加了 Tile 以后呢，它的细节还原更好了。之后呢，我们这个人物的相似程度要像很多。再之后呢，是不是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蒙版是从中间扩开的？那么右边其实也还行，因为我们有这个边框我们调一下这里我没有把这个图像传进来我们重新传一下这个图像。那这样的话，我不希望这个边框也进来，它会干扰我们的视线。也可以看到在最后它是稍微有一点点运动的凌乱感那现在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相对纯净的一个过渡吧。当然了，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比较死性，和我们给的图片很像只是加了一个这么一个过渡。这样的话，我在视频软件里是不是也可以加？没有必要在这大费功夫，对吧？所以现在我们来简单的调整一下参数，因为我们这里的 IPA 刚开始没有调，给的太死了，所以我们给到 0.8， 然后呢给它个 EZ-IN，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OK， 这样的话会柔和一些，对吧？整个的一些效果给到模型一些发挥。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加一些提示词，让它的风格稍微强一些，比如说发光的或者是水墨的，对吧？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模型所带来的风格变化。比如这里我们选一个卡通的模型，那么风格自然会变成这样。那可以看到这个卡通的模型稍微有点糊，可能我们还需要多次采样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OK， 那么这就是我们动态蒙版最主要的一个作用，以不同的形态切换不同的元素，当然了也可以叠加不同的元素。这个之后呢，我们会慢慢接触到。那么到了这一步以后，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打破次元壁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结合我们的传统工作流了。我们不能一直在 AI 的环境里面去工作，它所提供的功能很有限，无法实现我们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当我们了解了动态遮罩以后，这里呢，欧阳就在 AE 里面做了一些不同的运动遮罩。这些简单运动图形制作还是很简单的啦，就比如说这样一个三角，我稍微做了一个运动曲线，让它旋转的出现。那之后呢，我们就将它运用在我们的动画制作当中。那么这个三角呢，我是直接导成 MP4 的格式的，那整个帧率是24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ConfigUI 呢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所以下面的这一些组件呢，我们也不需要它了它确实在 ConfigUI 里做这个帧动画帧确实太费劲。像我们在传统工作流可能分分钟就完成了，那我们先把它挪到一边去。那这里因为我们导出的是一个视频格式嘛，所以我们直接来 load 一个 video 视频加载，接下来上传我制作好的这个视频就 OK 了。那这个视频的宽高应该是1024的，所以方形像素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帧率是49帧，如果是2秒钟的话，我们需要提取一下它的过渡时长。这个时候我们来模选2，这样的话呢，我们能提取出来25帧，那还是有些多因为我想让它更快一点，那我们就模选3，就变成了17帧。那我们的目标呢，给它24帧吧，所以说我们在它的前后各加4帧，
但是还多了一帧，对不对？我们可以跳过第一帧，这样的话呢，它就是16帧啊，前4后4基本就差不多。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用一样的道理，我们来复制一下这2个节点。那宽高呢，我们这边也大概看一下1024，那么我们强制一下它的分辨率到512，一样传给我们这边来制作这个空的遮罩。这次我们是4个遮罩，然后上面呢这边的图像一样，将图像转换为遮罩。同样这边我们来预览一下这个遮罩，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啊。那么前面几帧的遮罩应该是黑色，所以说我们先看一下，对，没有问题，是4帧的黑色。所以说我们这边呢给它组一个 batch， 将黑色组合到我们这个序列的前面，然后再将白色呢组合到我们这个序列的后面，没有问题对吧？前面是黑色，后面是白色。之后呢，我们直接将这个遮罩和反转的遮罩传给我们上面的内容就可以。接下来我们再来试验一下，把它的权重稍微降低一点点。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有一个三角旋转而出的感觉了？当然和之前有些类似啊，也是圆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是三角，你可能看不太明显。如果想让它更清晰一些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加起来啊，比如说给到0.9，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边缘会更清晰。所以说 Tile 呢，它其实一个能稳固内容，一个能明显的凸显我们的遮罩过渡。那当然了，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进行更多的尝试，比如说我们来换一个这个 AD 的运动模型啊，这里我们用一个第三方开发的这样一个模型来试试效果。啊，可以看到表现不是特别好啊。这里我们还忘了改了批次了。我们之前设置的是24的批次的遮罩，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的运动模型，比如说 V3 的。其实 V3 在我测试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它的效果并不如 V2 好啊。V3 的颜色啊偏差是有的，很多人说用 V3 会发黄或者是发暗，那这种现象也是经常会有的。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比较稍微有一点点糊，并不是很锐利，但是也不算难看啊。所以说各种模型我们都可以测试一下，尤其是运动模型啊，在我们做动画的时候，你一定要尝试不一样的运动模型和主模型搭配是一个什么效果。那么说到这以后呢，相信大家的思维就打开了啊。这个过渡呢，我们可以做任何形式的，也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到的一个特效。那比如说这里我同样用 AE 啊做了这样一个蒙版，也是不同的运动过渡。那这里呢，我们把它添加一下，那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同样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它的批次到24帧，然后这里我们换2张参考图啊。那么预处理以后的图像就这2张啊，左边是水的，右边是火。其实左边是一个冰啊，但是我这里还给的题词还是一个飞舞的水和火啊。然后这边我们不需要改，先这样，我们直接来生成看一下。所以说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效果呢，感觉冰成了背景，火成了前景了，对吧？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CtrlNet 这个地方控的太死了，就这个图像的还原度会很高。那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给的低一点，甚至是退出的时间早一点。然后 IPA 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降低。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它就有一些动态，而且这个火呢就更有一些动感，就有一些运动模糊，不像之前是严格按照我们这个遮罩的运动来的。OK， 那么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已经明白动态遮罩的一个用法了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升级，将这个动态蒙版的工作流以及我们高级的 IPA 的工作流进行一个完整的体现和结合。首先呢，在这个地方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太极八卦的这样一个设计图，之后呢，我在 PS 里进行了一些处理绘制，将其分为了我们之前所说的 RGB 3个通道啊，每个通道呢可以看到有阴阳鱼和背景都是分开的。那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八卦的这个外边的一个八卦卦象也给做了处理。在之后呢，我把这些素材导到 AE 里面做了一个旋转的动画，也很简单。那么分分钟做完以后呢，这一次呢我没有把它导出为视频，而是把它导出为视频帧啊。这里呢我们再讲一下视频帧。首先可以看到我这个文件夹里导出成为一个序列帧，这边呢也是一个八卦的一个盘啊。那么我们如何来导入这个帧序列呢？我把这个上传到服务器以后呢，我们这边直接来加载这个视频助手当中的一个图像。我们找到视频助手，在这里我们直接找到用路径加载这个图像。这里呢我们来直接选择我们这个位置。我们先看一下大概的位置，输出文件夹里的2个文件夹，然后新建了2个不同的文件夹，把它这个帧序列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来，是在 input 输入文件夹，不是输出啊。之后呢，我们在这边就找到这个文件夹的位置加载就可以。首先在 path 这里我们直接就能找到这个 input 文件夹，之后呢我们来读取一下。 OK， 这样的话图像序列啊，这个文件夹里的所有的图像序列就被我们读取出来了。现在呢我们来预览一下图像，看一下啊，这里一共是有97帧，我是导出了4秒钟转了一圈啊，每1秒是24帧。当然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了，我们可以直接模选，比如说模选3，这样的话提取出来的多少帧呢？33帧还是多，我们模选4是25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2-3秒的一个视频，可以看到现在转的就很快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之前所学的把它进行一个分区啊。现在我们先把这一组的遮罩给它取消掉，把它挪到一边去啊，作为我们之前的一个备用案例吧，先放到这边。之后呢，我们直接来图像 image to mask。
那么通道这里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分出来3个通道进行不同通道的区分，比如说红色直接预览，第2个我们用蓝色，第3个呢我们用绿色，因为绿色是一个背景啊，我们刚才也看到它是一个背景，所以说我们这里不需要批次，我们只需要1张就行。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直接 image from batch 啊，从里面我们挑选1张就可以，然后传到这边读取绿色通道，然后一样我们这边来预览。这样的话呢，我们3个不同区域的遮罩就区分开了，前2个是序列，后面呢我们只需要一个背景就 OK 了。那当有了遮罩以后，我们来安排上面的这个 IPA 啊，我们刚才说了要用高级的 IPA 能更好的控制原先的这个 IPA 删掉，预处理的图像我们先放到一边去。之后呢，这边我们来下载一个文字编码和视觉编码统一的这个参数组，这里面我们先找到应用，应用以后呢，我们再找到合并参数。出来以后是一个区域条件，那条件这里呢，我们希望分为3个，对不对？2个阴阳，1个背景。那这里我们已经很清楚应该如何安排了。这边模型我们先串过来啊，之后呢，我们先合并一下输出的参数组，给到我们的 IPA 应用，然后这边的图像我们挨个发送给不同的区域啊。那第3个背景呢，我们再读取一个背景，这里我们用一个之前我生成的一个星空的一个背景，这样一个星空或者是一个类似于符文的一个背景吧，我们传给第3个。然后区域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把不同的 clip 连给不同的编码器啊，和我们之前是一样的 ，Ctrl 加 C，Ctrl Shift 加 V，Ctrl Shift 加 V。第3个我们给到背景，那么它的题词呢，我们也挨个写一下。第1个是水流啊，第2个是火焰，第3个呢，我们要有一个有符文的啊，我这里写了一些符文，写了一些星空。那之后就是遮罩了，把我们下面的这个遮罩挪过来。比如说刚开始在下面的是冰，那我们就挨个给吧，无所谓的，只要给到的图像和 IPA 以及 ControlNet 都符合就行啊。我们第1个是冰，然后第2个给到 ControlNet， 那 ControlNet 也挪过来。那么第2个遮罩是火的，第2个 ControlNet。啊，冰的图像给到第1个啊，火的图像呢给到第2个，一定要对上了啊。最后呢，把背景给到我们第3个，因为背景的话它没有运动，这个遮罩它是静态遮罩，对吧？不是动态蒙版，所以说它就不需要接入我们这个 ControlNet， 只需要给个 IPA 的范围就可以了。那最后呢，我们来输出一下，题词这边一样，我们用叫什么来着？这个 InPark 当中的合并条件连接一下，因为这里啊，之前在群里有个朋友说啊，我们是有个宏观题词，那在演示的时候我是放到这个区域里面了啊，其实不是标准答案，标准答案是放在下面，就是说和我们最终的题词合并，所以说我们还要给出来一个题词 Ctrl C Ctrl Shift 加 V。那这里呢，我们这个最终题词就要写一些，比如说八卦之类的了，有一些这个符文啊，各种各样的一个宏观描述拼接到我们这个里面来，最好拼接到第1个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新连一下。这里的负面其实不重要啊，因为我们不对区域修改的话就不需要连负面了，我们负面可以直接走原始的一个负面，所以说把我们的这个正向条件给到我们这个 ControlNet。 OK， 到了这一步以后，我们的设置基本上就完成了，将3个区域都分开了，同时给了不同的题词，也给了不同的 ControlNet。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刚开始高一点吧， 0.7， 下面的先1啊，从始至终让它转一圈。那上面的 IPA 的权重我们也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刚开始我们先都给到 0.8， 然后都给到 EZIN， 然后这边模型 V3 可能不保险，我们先试一下吧。最终看一下我们的帧率啊，这边的帧率是25帧，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生成25。OK， 大功告成。哎，这块还有个引导啊，我们先把引导取消掉，然后我们直接来运行。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用了这个区域采样了，所以说它的题词分开的很多，然后它的区域也分了比较多。在这种工作流的情况下，它的速度要比之前慢。OK，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分区的动态蒙版完整案例就已经初次的生成了。但你可以看到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啊，其实我感觉还是这个 V3 的问题。我们把这个 V3 的运动模型改成 V2 的，重新来一遍。哎嘿，还是 V2 的模型可以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套运动蒙版加区域限制的工作流呢，大框架基本就成型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任何参数的调节了。OK， 那么这里为了节约时间呢，我重新生成了4个版本，当中还报了一次显存啊。我们来根据现象判断本质。首先呢，我们这里有4个视频不同的参数。第1个视频是 0.7 的，这个啊就是标准的 TILE 0.7， 什么效果都没有加。可以看到 0.7 的一个强度是能反映出来我们这个遮罩的形状的，对吧？那么左边呢可以看到是 TILE 0.3， 不是 0.3， 是 0.1 啊。所以说可以发现，当 TILE 很低的时候，它是控制不住遮罩形状的。物体的形状呢也是控制不住，可以看到水很弱，火也很弱啊。其实它还有一种淡化概念、淡化遮罩的这么一个反作用，我们也可以利用。反观下面2个呢，就是不言而喻或者是无法言说的一个东西。右边呢就是 0.7 的 TILE 加了这个软缩放的，在模型后面加了一个软缩放，我这里设置到 0.7， 前面也全部是 0.7， 那么出来效果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啊。这个东西确实没办法说它到底底层是怎么样的运作，因为它毕竟和我们这个模型管道
道是一样的啊，这边的一个 CFG 缩放是相似的，它这边所做的缩放呢是对于这个 ControlNet 的模型管道里面做的一个缩放，所以说这边呢我们只能理解为它对于 ControlNet 这一个模型管道所做的缩放呢形成的效果就是这样的，只能从不断的实践中啊，或者我们尝试中慢慢总结它这个缩放到底是一个什么效果。反正据我来看呢，它就是将两个东西融合了，遮罩呢也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两个东西呢它都融合在其中了，也可以看到一些符文啊，这是体现了我当中的题词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参数呢，到时候我们可以再细致的来测，因为这个工作流来说呢，生成图像是比较慢的，只是让大家大概来看一下这个表象啊，表征是什么样。那么最后一个呢，自然就是 0.7 的 tile 的基础上啊，增加了这个 CFG 缩放，我缩放设置到 0.8， 所以说可以看到它的多样性啊，起码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总结出来，动画当中的多样性也会多一些，不管是水火还是周围的这个金星一顿乱闪啊。那基本上呢就是这4种现象啊，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一些参数。那最后呢，额外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 ControlNet 当中的一个关键帧。既然我们可以看到从表象来分析到，当我们 tile 值低了以后呢，它只会有个轮廓，并不会有具体的遮罩形状体现出来。而当我们的 tile 值高了以后呢，我们的遮罩变得越来越锐利，遮罩的边缘看得越来越清晰。那么是不是可以在 ControlNet 这个权重值上进行关键帧的操作，让画面随着我们的权重变化，也就是说从空的到有，从有到无啊，这样的一种变化来回过渡呢？那显然是可以的。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做动画一定要用这个高级的 ControlNet， 因为这个高级的呢，不仅仅支持遮罩，还支持时间关键帧的设置，而且这里的设置非常的细致。那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下面的这几类关键帧的类型啊。首先第一类这个帧间隔呢，其实它所包含的东西是最多的，包含了下面的所有的东西。比如说现在我们随便拖出来一个帧间隔，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帧间隔设置下面可以看到包含了 ControlNet 权重以及 Latent 的关键帧，就是在主节点这两个都已经包含了。但是呢，它主要设置的什么呢？设置是我们这个步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始和结束时间。这个步幅什么意思呢？是对于我们单帧渲染的步幅。比如说我们这一张图像，前 20% 渲染强度是多少，后 20% 渲染强度是多少啊？是针对一帧的这个步幅，所以说我们这个用不到。那么我们用到是哪个？就是第二个啊，这个 Latent 的关键帧。这个 Latent 所谓的关键帧呢，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时间轴关键帧啊，相当于我们做动画的时间轴。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是覆盖，当我们输入了这个覆盖或者是这个 ControlNet 权重覆盖以后，那我们在上头这个帧间隔步幅这里这个地方再输入这些权重就已经没有用了啊，这个覆盖会把这个地方输入的全部覆盖掉啊。当然我们也不会用这个啊，在做动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拖出来这个，可以看到Latent 的关键帧，这里我们可以简称为时间轴关键帧了啊。它有这么4种输入方式，但是这里呢，我觉得比较方便的就是这个帧差值，因为它有一个曲线，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缓入缓出啊，和我们做动画是一样的。这个关键帧怎么用呢？其实这一个节点呢，它就相当于一个关键帧。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批次，就是说从第几帧到第几帧，我们这是一个时间范围。那比如按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想让开头是这个效果，结尾呢是这个效果，就从虚到实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开头给它预留，比如说1、2、3、4、5、6 10帧。那我们刚开头呢，就给它设置从0到9，这就是10帧的一个过渡范围。那强度我们刚开始可以设置低一点，比如说 0.1 甚至是 0.05， 我们想看的效果更夸张一点，从一个虚无然后变到八卦的效果。在第10帧的时候，我们落回到 0.8 的这样的一个强度，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渐进，就是缓入 EZ in 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之后呢，我们来设置第二个关键帧，复制出来一份啊。那么第二帧就是从我们这个节点往后走了，对吧？比如说这边我们是第10帧了已经，那后面呢我们到24帧啊，这就是我们完整的一个帧率了。那在这里我们把关键帧传过来，把这个再传上去。那下面呢，我们这个强度就是 0.8， 最大呢我们也可以让它更大一些，比如说我们来到 1.2， 也可以尝试这个效果，遮罩的边缘就会非常的明显了。这个地方我们来个线性，因为后面我们不会突出它的动感，顶多是慢慢的维持。OK， 那么这样我们就为一个叫什么 ControlNet 设置好它的关键帧了。接下来我们复制一下，然后粘贴过来以后，为第二个区域设置这样一个关键帧，直接拖过来就 OK 了，因为我们都已经设置好了，对吧？两边的运转都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生成，那现在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效果啊，从刚开始没有到慢慢形成八卦的一个效果，它的边缘是不是已经非常的锐利了，非常的犀利了？只是说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流它固定的有点死了，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水流这边稍微降低一点点啊，就这个 IPA。那水流这边呢，我们可以降到 0.5。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设置为缓出，因为我们开始呢想让它发挥的更多一些。那
这边这个背景我设置了一个 weak input， 就是将背景和我们的模型进行一个混合，这里给了 0.6 的权重。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稍微的改变一下这个随机种子，再来挑选一个样式。OK， 那我们这样就顺利的达成了在 ControlNet 的强度上做关键帧的一个效果了。所以说做动画呢，最重要的基础是关键帧的运用。那未来呢，我们可能还会在任何其他的参数上做关键帧的调整。那比如说我们这个 Animative， 它的高级设置里面也有很多打关键帧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动态缩放啊，我们就可以对某一个区域的强度进行关键帧的设置。可以看到后面有个蒙版，所以说我们还是可以传进来一个蒙版来固定某一个蒙版区域的运动幅度，可以让某一个区域运动更激烈，可以让某一个区域运动更平缓。这都是我们高级要更深入去学习的内容啊。所以说我们本期总结了如何使用动态蒙版，以及如何拓展的制作我们的动态蒙版，将我们制作的素材运用到动画当中去，同时为一些参数进行关键帧的设置。所以在动画入门的时候，关键帧的掌握是基础，蒙版的运用是进阶，而更高级的就是空间控制了啊。这不管在视频制作还是特效制作方面，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还忘了一个事情，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素材没有加载进来。什么素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素材，我们来预览一下。这是这个素材另外的一个渐引组件，对不对？就是一个外围的一个八卦阵。我们来播放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呢，之后我们还会加到这个素材的周围，让它形成一个真正的八卦。但是这一期呢，我们就不再深入的去讲解了，因为这一期我觉得讲的内容比较多了，留到下一期我们终极动画进阶的最后一节来进行更多高级操作的讲解，主要是 IPA 当中的一个更高级的动画节点，以及另外一个组件，让我们把这一个素材元素最终合成到我们这个动画里面去。 OK， 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本期分享的动画制作技巧对大家有所帮助啊。那么如果对 AI 领域感兴趣的小伙伴，就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欧阳的频道，未来呢我们一同学习，一同成长。对了，因为本期讲到这个动画制作了，如果对动画制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我早期的这个 A1 教程，简单入个门还是很快的啊，做一些动态的图形和遮罩是分分钟的事儿啊。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简介或者是评论置顶区看到欧阳的这个 ConfigAI 交流群，也欢迎加入和大家积极的交流。最后呢，也不要忘了在群里积极的展示你的作品啦，欧阳还是很希望看到大家的杰作的。OK， 那我们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